顾小姐，你这也太辛苦了，连着都拍了20几个小时了，眼睛都熬红了。这刚拍完还要参加杀青仪式，导演也太狠了。没事，我都习惯了。你先回去吧，这个你放家里吧。好吧，那我先回去了。嗯。你说，烟花虽美，但是稍纵即逝。你只说对了一半。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两全法，烟花的美可以用电影机记录下来，永远美下去。你的怪花样还真多。办法是怪了点儿，但是你说实话。喜不喜欢？这份礼物我收下了，谢谢你。不知道我有没有这个荣幸，当你的电影机，一辈子记录你的美。那你说我美吗？美，当然美。翩若惊鸿，皎若游龙，沉鱼落雁，闭月羞花。我看啊，那也不如你想的美。我在你这儿吃的闭门羹啊，都快要把我撑死了，你就不能有点同情心啊？好吧，你今天的这份礼物很特别，我很喜欢。这是我陪嫁机器局造的枪，怎么会在这儿？看来你还不知道，你父帅军火走私生意的事吧？军火走私？再看看这个，负责走私的是天津机器局的人，他们亲口告诉我，为了避免暴露身份，他们随身会携带几张月票，一旦被发现，便可退给革命军，避免连累督军府。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情形似曾相识？不可能！你仔细想想，如果当时那名刺客被认定是谭司令的人，那么我父帅一定会对谭玄龄下手，误信北京权力之争。你父帅便可趁机掌握实权。若是认定是革命军的人，那么我父帅一定会调集大军，与革命军决一死战。你裴家出兵压力骤减，无论是哪一种情况，都对你父帅有利。只是没想到，我的命这么大。我会回北京把事情查清楚。如果真的是我父帅做的，我再向你负荆请罪。少军，少军，这件事你治，我治，
我不会告诉我父帅，也不会告诉任何人。仅凭这几张月票就下定论，未免为时过早。如果不查，万一并非我父帅所为，那我们裴家岂不是白白担了不白之冤？你要查，我不拦你。我只是希望我们这件事，到我们两个就好了。你自己什么身份你不知道吗？你是司令的妹妹，还去百乐门当歌女，还当众表白，你知不知道什么叫矜持？我没有去当歌女，我就是去玩玩，我没当歌女。二哥，我知道我错了，给你丢人了，那要不干脆你就别让我留在上海了，你把我送北京去吧，眼不见心不烦。是你傻还是我傻？我把你送到北京，让你和那个裴少君鬼混，你想得美！我现在就把你送回老家，让老家的叔伯们盯着你读书。二哥，我在上海待惯了，回江城那种小地方我待不惯。你待不惯是吧？从今天开始，你不能再见裴少君。你不让我见裴少君是吧？那我就撞死在这儿。你别拦我！你别拦我！你让我撞啊！你别拦我！让我撞啊！让我撞！撞啊！让我撞啊！你今天要不给我撞死在这儿，你永远都不能见他。撞啊！二哥，我就是想离自己喜欢的人近一点。如果他也能喜欢我，那就值了，什么丢不丢人的呀？其实也没什么，罪不至死嘛。你丢的是你的脸吗？你丢的是我的脸。那要我喜欢一个人就是丢你的脸，那你呢？你看穆家大小姐那眼神儿，你眼神都直了，别以为我看不出来。那我还说，你丢的是我的脸。谭森，把他送学校，不准让他出校门，放假送回老家。是。二哥，你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哥哥，你不丢人，你一点都不丢人。谭森，司小姐，二哥，司小姐，你就让我留下来呗。司小姐，请吧。火花报重磅消息：穆家小姐穆婉清即将成为督军府少奶奶，却与上海司令谭玄龄关系暧昧。卖报卖报！这谭玄龄果真是闲不住啊，又开始作妖了。啊，你这是要上哪儿去啊？不喝光耀喜酒了？不喝了，我要回趟北京。你这平时不是一向都躲着你父帅吗？这好不容易有机会光耀结婚，有理由留在上海，你怎么还主动回去呢？有件事情，我必须亲自调查清楚。你帮我向光耀带个好。你们这一个个的都是怎么了？奇奇怪怪的。唉，司令，你看，火花报的照片登出来了。果然，头版头条。要说这火花报的记者也太不会拍照片了，这怎么挑了个这么个角度拍？
啊，当然，司令是360度无死角。这样，你啊，去把各大报社的记者叫过来，我要开一个新闻发布会。好。就你鬼点子多。小姐，我听说谭司令也看到这个报纸了，正准备开记者会澄清呢。知道了，先下去吧。是。有报纸就够了，你开记者会干什么？哼！来，光耀过来。来，你自己看看，啊，这让我们徐家的脸往哪儿搁呀？这个谭玄林，真是胆大包天。父亲，这八卦小报不足为信。哼，空穴来风未必无因。之前谭玄林为了穆家出面，竟敢去得罪日本人。若非他是和穆婉清关系匪浅，他肯冒这个险？你这个做督办的，连他们沆瀣一气，你都没有一丝察觉。如果穆婉清真的看上了谭玄林，那就真的把我们徐家脸给丢尽了。他们才认识几个月啊，竟然好到私下拉扯的地步，你连自己的青梅竹马的女人都哄不住。督军，少帅，刚得到消息，谭玄林准备在司令部召开记者招待会，澄清火花报的不实报道。父亲，谭玄林如此大张旗鼓的澄清，说明这确实是谣言啊！哼，谭玄林诡计多端，恐怕没那么简单。教室等你。嗯，好。走，咱们一起过去。好。哪一会儿啊？就是你。行。这全上海滩追男人追到我这个份上的，估计也没有几个了吧。号外！穆家千金大婚在即，却与上海司令情缘难断。号外！穆家千金大婚在即，却与上海司令情缘难断。坐车吗？号外！你刚说什么，小孩？穆家千金大婚在即，却与上海司令情缘难断。钱呢？便宜点啊！好你个谭！吃好再来啊！好你个谭玄林，管我管这么紧，
自己去春风得意。我呸！各位，我相信大家都看到了《火花报》的这篇报道。这篇报道上说，我和穆婉清小姐有不寻常的关系。众所周知，下个月初8就是穆婉清小姐和徐光耀先生的订婚仪式。这婚姻大事不能儿戏，本着对2位新人负责任的态度，我决定在穆婉清小姐出嫁之前，对这篇报道做2点澄清。第一，这篇报道用暧昧关系形容我和穆婉清小姐，实在是欲盖弥彰了。所以我今天决定在这儿宣布，穆婉清小姐是我要追求的人。虽然她还没有答应我，但是我相信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。第二，我认为，即便穆婉清小姐和徐光耀先生已经有了婚约，但是在2人尚未订婚之前，我仍然有权利追求穆婉清小姐。所以，我宣布，从现在开始，距离他们的订婚仪式还有8天。如果我能在这8天的时间里打动穆婉清小姐的心，那么徐光耀先生就要祝福我。如果我没有做到，我也会祝福他们。什么？裴少君回北京了？那他为什么不跟我说一声？谭小姐，你未免也太不见外了。你和少君是什么关系啊？他回北京需要和你打招呼？我们2个什么关系？就是我追他，而他一定会被我追上的关系。我还从来没有见过你这么主动的女孩。这某些人吧，也跟个狗皮膏药一样粘着我双姐姐。你说谁是狗皮膏药呢？我男不和女斗，不想和你纠缠。哎，站住！你把裴少君在北京的住址告诉我，我去纠缠他，就不纠缠你，怎么样？怎么这个世界上有你这么脸皮厚的人呢？上赶着还理直气壮了是吧？这样吧，苏少帅，你把裴少君在北京的住址告诉我，我就告诉你双姐姐喜欢在哪儿买醉。成交。谭玄林怎么说的？不管他怎么说，我们徐家的声誉受到了极大的损害。父亲，我们不能听风就是雨，这样就让那些嚼舌根的人看笑话了。快说，他怎么澄清的？谭玄林没有澄清，而是公开追求穆小姐。他还说了，在订婚前的8天内，如果他能打动穆小姐的芳心，就请少帅把穆小姐让给他。你听到了吧？我早就说过了，空穴来风未必无因，他们早就暗中私通，只有你一个人蒙在鼓里。少帅，别叫他，让他去，不撞南墙，他不知道人心险恶。请进。穆小姐，门外有人想见您，好像是电影明星顾月霜，请她进来。好，请。穆小姐，快坐。谢谢。
我今天不拍戏，到附近逛逛，路过楼下，上来讨杯茶喝。想必没有这么巧吧，顾小姐，我们有什么话就直说。什么都瞒不过你，那我就直说了。报纸我看了，在小叔叔身边那么多年，他一心都扑在军务上，我从来没有见他因为这种事情闹得满城风雨。而且我也想不通，以他现在的处境，公然去抢徐光耀的未婚妻，对他有什么好处？他这么精于算计的人，怎么会做这种事呢？你是想问我和他是不是真的？他这个人呢，打仗精明，但其实对女人没有什么经验。所以穆小姐，我想问你，你该不会是因为不愿意嫁给徐光耀，所以拿我小叔叔当幌子吧？你在他身边这么多年，你还不了解他？他像是一个会被女人当幌子的傻瓜吗？他是我的亲人，也是恩人。我只是觉得这件事情办得那么高调，不像他一贯的性格。来我这儿讨茶喝，也不像是顾小姐的性格啊。顾小姐，有时候关心则乱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，他为了你，可以不顾一切，是吗？为了他，我也可以。喝茶。许督办，许督办，哎，关耀秋，你怎么来了？哎，你凭什么这么对我？我对你一直坦诚相待，你凭什么用这种下流的手段对我？你对我坦诚相待，那我也对你坦诚相待。婉清她不喜欢你，她喜欢的人是我。不可能，不可能。看见这个了吗？你跟婉清在办公室朝夕相对，你应该记得她脖子上戴的这个平安符。这是在法源寺求的，他求了2个。你凭什么？我和他这么多年的感情，为了他，连命都不要。你凭什么？凭我懂他。是，你是天之骄子，众星拱月，但是你不懂他这10年来受的委屈，你更不懂他在穆家的处境。当初他被穆婉婷设计，差点被崔杰那个流氓侵犯的时候，你想到的是什么？你想到的只是把他带在身边，当你的私人秘书。你有没有想，
晚清是无辜，他为什么要退让？为什么要妥协？而我要为他做什么？我愿意为他扳倒所有伤害他的人。你说我凭什么？原来你早就对他……对，我早就对他动心思了。他这辈子只能是老子的女人，你放手吧。我和他是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。你以为区一个平安府，穆公会承认你这个女婿吗？可是他不爱你啊。他会爱上我的，只要我和他成亲以后，我足够对他好，他会爱上我的。你不是这种人。是，从小到大我都温和谦让，但是这一次我不打算让了。我追求我喜欢的幸福有错吗？你凭什么认为我给不了他幸福？你能给的，我都能给；你给不了的，我也能给。我凭什么要让？凭什么？就凭他不可能爱你。这一拳，我不还手，不是因为我理亏，因为你不知情。但我要告诉你，你这辈子只能是他哥哥，因为你们徐家欠他一个哥哥。你什么意思？你跟我去个地方，你就知道了。穆远航死亡的时间，就是徐伯钧轰炸的时间。光耀兄，还不准备放手吗？哼，你以为就凭一个混黑道的几句话，我就会信？他说的这些，根本不足为证，诬陷我父帅是什么后果？谭司令，应当心中有数。诬陷，好，耳听为虚，咱们眼见为实。爸，阿强，现在外面吵得沸沸扬扬，你和这个谭玄林到底怎么回事？他说要和光耀公开竞争，竞争什么？实话告诉爸爸，你和他到底什么关系？他是不是纠缠你了？如果是，我去找他，
让他给你道歉。他没有纠缠我。哦。我喜欢他，他也喜欢我。你喜欢他？爸爸一直以为你喜欢光耀啊。我一直把光耀当哥哥，我喜欢的是玄林。爸，万青，这么大的事情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你和光耀马上就要订婚了，你这不让我骑虎难下吗？督军府颜面不保，我们穆家的声誉也不保啊。我一直在想借口拒绝这门婚事，但是徐督军执意要订婚，我就想私下再和您说。万青，你说，你做生意是那么的精明，可自己的终身大事却这么的糊涂。你说，他得罪了督军府，徐督军能放过他吗？所以谭玄林才马上召开记者会啊，他就是想保护我，想保护穆家。倒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。万青，爸爸劝你啊，千万不能被感情冲昏了头脑。你要是选择和谭玄林在一起，对你对他都没有好处。你打理咱们穆家的生意需要督军府来帮助，而他呢，只是一个刚刚到任的上海司令，得罪了督军府，那就是朝不保夕。你拒绝了光耀和他在一起，那就是害了他。但是玄林说他不会输，我相信他。爸，你什么都不用说，我也知道。他毕竟是你的父亲，但是他多次暗杀闵大成，甚至想杀死穆婉婷，就是为了掩盖当年的罪行。还有，上次在医院的时候，那2个刺客对你手下留情，你应该有所感觉吧？令尊是什么样的人，我想你心里应该很清楚。如果你想保住婉清的命，就不要把你听到的、看到的告诉任何人，尤其是你的父亲。谭司令，我有个问题想问你。说。你真的爱他吗？爱。有多爱？嗨，老子天不怕地不怕一辈子了，但遇见他，我知道什么叫怕了。不敢死，怕他会伤心，更不敢输，
怕给不了她幸福。记住你今天说的，好好对她。光耀兄，放心，我愿意为她挡住所有的黑暗，更愿意为她在黑暗中找到最后一丝光明。我只是希望她幸福，哪怕这幸福里没有我。晚清有你，是她的幸运，真的。希望你也能成为她的幸运，否则我不会放过你。我该走了。我想跟他告别。好。去吧。光耀哥，我谭司令都告诉我了，我知道，比起跟你受的伤害来讲，道歉实在是微不足道。但是我还是想告诉你，对不起，安晴。光耀哥，你父亲做的事情和你没有任何关系。这句对不起，不应该由你来说。你还愿意叫我一声哥哥，我很高兴。你别这么说，你的好，值得所有人的仰慕和喜欢。能被你当做妹妹一样疼爱，是我这一辈子的福气。谢谢你。你爱他，对吗？那我祝福你。我要回悦城了，我可以抱抱你。泪化成雨。
走。